吴雪，你快走！在那即将被击中的萧炎，此刻也转头看向了向自己冲来的吴雪，他急忙摇头示意，让吴雪快点离开这里。可是他那么爱这个男人，就算是去赴死，他也心甘情愿。从记事起，除了自己的那几位老怪物师傅和父亲之外，萧炎是他最重要的人，所以谁也不要伤害他的男人。或许在别人看来，吴雪的做法非常的愚蠢，可是对他自己而言，这才是他做的正确之事吧。在爱情的世界里，智商皆是为零，而吴雪自然也不会例外。萧炎，我不走，即便要死，我也会与你一起。吴雪的身影越来越近，她的表情并没有死亡的恐惧，而是带着一抹温和的笑容。她的那一双动人心弦的眼睛，也在这一刻非常柔和地看着在自己瞳孔中越来越放大的萧炎。吴雪伸出自己的手臂，对着萧炎的手牵去。萧炎一脸无奈，心中苦笑一声，这傻妮子。不过萧炎也是紧紧地牵着吴雪那纤细的白洁之手，在这一刻也都释怀了。或许他们的神之路真的要在今日彻底的止步于此了。萧炎拉着吴雪的手后，宠溺地盯着吴雪看着，仿佛这一刻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一般，周围的一切事物仿佛也都消失了，实则他们已经不惧生死，将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抛之脑后。但是那毁灭的魔掌和黑气依旧不停歇地朝着萧炎灵动木尘他们扑来。就在即将击中他们的那一刻，一道巨大的声音从万界圣子之地的上空响起，轰！那处虚空上突然间雷云翻腾，旋即整个天际都是幽暗了下来，犹如是被一层可怕的能量所披上外衣一般。然后众神奇强者的目光皆是一凝，便是见到那里的空间雷云炸响，竟然是在此时崩碎开来。一只无穷无尽的紫金色大手仿佛是从空间之外穿透而来，那紫金色大手极为的神异，其上布满着诡异的龙鳞，一股无法言喻的威严之气笼罩天地。在那等气息之下，所有神奇强者隔着如此遥远的距离都感觉到自己的神体和神魂都开始震动起来，特别是神魂，那种紧绷的感觉非常的明显。不仅是那些天位神有这样的感觉，就连半道神都是如此，他们的神魂仿佛受到什么神秘力量引动了一般。那只布满紫金色龙鳞的大手上散发出来的气息竟然是如此的恐怖，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那种极端的威胁压迫感。有那么一瞬间，他们的神魂竟然想要脱离他们的身体之中，想要冲入那上空的雷云中。众神奇强者见状，也是纷纷运转体内的全部神力，抵御住这股力量的引动。他们心中极为的震撼无比，这股突然出现的力量也太过可怕了吧，丝毫不弱于灭神副府主的魔威。那金色大手是什么东西？为何会有这股力量？众神奇强者疯狂地抵抗这些幽暗之光所散发出来的特殊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勉强的不被这股特殊的力量所影响自己体内的神魂躁动。而且这特殊的力量似乎对于神魂有着极大的影响力。那滚滚雷云中，一声雷爆声响彻，无数道雷霆从四处散发开来。当那紫金色大手降临下来时，紫光涌动间直接是形成禁锢的封印，将其层层笼罩。而且这些紫光之中有着不亚于神之力量的另一种神秘力量。那只紫金色大手直接是出现在了萧炎、灵动木尘他们的面前，直接是与那一道毁灭魔掌和黑气碰撞在了一起。也就是在碰撞之间，紫金色大手的掌心紫光涌动，一把便是将那道毁灭魔掌和黑气给压制而下。一道道幽光的散发直接冲击着魔掌，而魔掌上的毁灭黑气激烈的翻滚，竟是有着一张狰狞的魔脸浮现出来，挣扎咆哮着，似乎正在与紫金色大手进行激烈的对抗。然而却被那紫金色大手被一步步的压制而下，最后那狰狞的魔脸承受不住这样的恐怖力量，直接被震散而去。旋即那魔掌以及毁灭的黑气全部在紫金色的大手轰击下接连败退，最后庞大的能量扩散而开。众神奇强者也是硬生生的看到了紫金色大手将那魔掌和毁灭黑气给震碎消失。什么？灭神副府主见到自己的攻势被化解，立马抬头看向了上空的雷云处，神色有些阴沉。自己这一道魔掌威力可不小，竟然被对方一只紫金色大手给打破了。这股力量并不是神之力量，但其力量丝毫不弱于神之力量。这股力量似乎是神冥界中的特殊力量。此刻大地之角上的那道魔影狰狞扭曲，其暗红色的眼瞳恶狠狠地凝视着上空处那雷云翻滚之中。隐隐间他看到了有两道模糊的身影，一道枯瘦，一道魁梧。没想到竟然会出现两位主神级别的人物。在大地之角的感知中发现，那雷云中的两位主神，其实力恐怕并不比自己弱，甚至其中还有一位比自己更加的强大，甚至都感觉已经触及到大道之上的领域了。如今复苏的只是自己的一只脚，实力也只是大道极限。如果与其中那位触及大道之上的领域身影交手，恐怕变得有些棘手啊。萧炎、灵动、沐尘、吴雪、圣花殿殿主等人见到自己没有死，而且刚刚那道紫金色大手的出现将他们都救了下来，心中想着究竟是哪一位大能出手救了自己。他们的目光同时透过虚空看向了天际上那滚滚雷云之中，旋即他们便是看到了在那雷云之中有两道若隐若现的身影，散发出极其恐怖的气息。那一股气息之强令他们只能仰望敬拜。
万界圣子之地可真是热闹啊，没想到连灭神府的副府主都来了。一道尖锐的声音从雷云中洒下，仿佛这道锐利的声音所过之处，所有的能量都被击退，就连空气都不敢有丝毫违背的意思，竟是主动的如潮水般退开。空间也在这一刻动荡而起，随着这道尖锐的声音响起后，可以朦胧的在雷云中看到两位老人站在一艘漆黑的方舟之上，巨大的方舟从雷云中缓缓驶出，直接出现在了万界圣子之地的上空处。由于方舟的巨大，竟是直接遮盖了大半部分的光线，不管是光明还是黑暗，都被这一艘漆黑的巨大方舟的出现而出现了分散的迹象。那两位老人此刻站在方舟的边缘处，他们俯视着下方，仿佛是能够审判他们这些九大界的神灵一般。那股特殊的气息直接是笼罩天地，让所有神祇都感觉到这一刻什么叫做人外有人，天外有人。其中一道身影显得有些苍老，体型枯瘦如柴，有着老态龙钟之色，但是那位老人的双瞳散发出比任何人都有生机无比的眼神，而且散发出来的气息极为的神秘诡异，但并不是所谓的神之力量，而是散发出一丝丝审判之力。而他就是明九王萧炎。看清楚其中那一道枯瘦如柴的老人时，那不是之前就见过的明九王前辈吗？难道之前坟老所说的有两位来自不同纪元时期的神灵正在赶往此处，说的就是明九王前辈吗？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坟老的感知力也太强大了吧，而且他们还是来自不同于他们同一个纪元时期的神灵，为何坟老能够感应出这样的事情？此时此刻，萧炎对坟老的实力又产生了疑惑与好奇。如果一位半道神能够感应出两道主神大能的气息，这就足以证明了坟老还有什么秘密瞒着自己，等日后自己一定要好好问问坟老才行。而另一道身影，他身材魁梧，但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皱纹，刻满了岁月的痕迹，但每一条皱纹都仿佛在讲述着他的故事，让人感到他的智慧和魅力。但他的眼睛却依然明亮而富有神采，他的头发已经变得花白，但却一丝不苟地梳理着，给人一种严谨而又有序的感觉，甚至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竟是比身旁的枯瘦老人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更加的神异可怕，甚至有一种能够审判万物灵魂魂魄威慑力。不管是多么强大的灵魂魂魄，只要对方愿意，都是能够在他的那种审判万物的威慑力下无数逃遁。他便是此前与明九王一起从那混沌中一起过来的那一位岩鬼王。你们二位不是九大界的神灵，为何来插手九大界的事情？灭神副府主倒是负手而立，一脸质问的道。虽然这两人的实力非常之强，可是自己也不弱，大到极限的实力，再加上第一绝世神奇的灭神面具，恐怕除了造化主神，无人是他的对手。呵呵，九大界的事情我们的确不应该插手，不过那是针对于其他神灵，可对于你们这些魔物，我们可是都在密切地关注着你们的一举一动。这恶魔乃是大纣的宿敌，他破风而出，将会对整个大纣都会有影响，我们为何不来？明九王从漆黑的方舟上踏出，他的脚踏在虚空中，目光扫向灭神副府主，不慌不忙的道。不过还没等灭神副府主说话，那道大地之手则是率先开口了，带着一股毁灭的魔音传荡在这万界圣子之地中。一位明九王，一位岩鬼王，本大地被封印了千万载，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们应该就是神界域中的神明界神灵，神明三王找那个的其中两位吧。神明三王四字一出，直接是让的在场的所有神奇强者都感到了无法置信。而且就在刚刚万界圣子之地的虚空中，出现了三道撕裂的空间，在那撕裂的空间中走出了三道气势磅礴的身影。三道身影中，一位须发花白又带点黑的男子，穿着一件黑金相间的长袍，左边黑色的区域有着一轮弯弯的月亮，右手金色的区域有一颗圆圆的金色太阳，日月同辉，宛如阴阳交汇一般。在他的身上隐隐散发出极其玄妙恐怖的道法气息，而这道法便是阴阳之道。第二道身影则是一头黑发如瀑，一丝不苟地梳于脑后，玉冠束发，英姿勃发，面部线条如同精雕细琢的艺术品，高挺的鼻梁上点缀着一颗痣，增添了几分神秘魅力。但是在他的身上却是散发出一股天地网罗的姿态，能够困住一切，无人可以逃脱。他的出现使得这片天地中隐隐约约地出现了恐怖的天罗之道。而第三道身影则是一身金色衣襟装，眉如墨画，眼若星辰，五官立体分明，浑身散发着不可言说的凌厉与威严，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可是那所自带的恐怖气息像是来自古老的修罗一般，仅仅一道眼神扫过就能够让一处地方出现空间破裂一般，暗无天日的恐怖力量。他们正是超神巅峰势力的神罗殿、天罗殿、阴阳殿等三大殿主，而且他们刚来这里就听到了神明三王者四个字传入他们的耳朵中。传闻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大纣之中，能够被称之为神明三王的人物，那可是来自那道极其庞大神秘的势力，掌管万魂的神明界之中的神灵啊。而且这神明界向来不管九大界的事情，准确的说，他们都不管万物生灵和神灵，因为他们只管死去的生灵神灵的灵魂魂魄。今日竟然真的见到了来自那道只存在于传闻中的极其庞大又神秘势力的神明界之人众，神奇强者响起了惊呼声。
如同晨钟暮鼓般震动着每一位在场者的心灵。他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神明三王的明九王和颜鬼王的身上。虽然只出现了2位，但这2位可都是远高于9大界的任何一位神灵的存在。一直以来，神明界的神明三王都是神秘莫测的存在，如今却在大地之角的口中得知，这2位老人竟然就是神明三王之2，而明九王的真的身份也被揭露。特别是萧炎，原来他所见过几次面的明九王前辈，竟然是来自那神秘神明界中的神明三王之一，难怪实力如此之强大。